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很多粉丝说我们充电宝评测的视频太少了，想看小巧、功率合适、外观也好看、质量 OK 的充电宝的评测，实在是非常抱歉啊，手头上排队的充电器太多了，抽个空插个队，搞了一个这个回来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酷泰科出品的迷你移动电源的开箱评测。大家都知道，酷泰科就是以性价比、高质量著称，他家的产品啊，基本上做工都是很好的，而且价格的话，相较于其他的品牌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。咱们话不多说，开箱。首先，这个充电宝的包装盒啊，一如既往灰色的色调，酷泰科的品牌 logo。这下面是它的条码信息，这边是制造商信息，这上面是充电宝的实拍图片，1万毫安，33瓦的最大输出功率，30瓦的超快输入功率。然后这是规格信息，我们打开包装看一下，这是充电宝本体，还有一本使用说明书，说明书里面还有有害毒物清单，自带一根 A2C 的一个充电线，这个是装充电宝的卡纸。充电宝的话有一个环保 CPE 材质的一个袋子装着的，我拿到手的是一个浅粉色的一个移动电源，这上面有1万毫安标识，酷泰科的标识，这个是 LED 的电量显示条，这个是一个功能键，这一个是 USB-A 口，它是一个输出口，这边是一个 Type-C 口，它是输入和输出都可以，两面都有横向的浮雕纹理设计。充电宝1万毫安30瓦，产品的型号，输入规格也就是30瓦。Type-C 口最大功率30瓦输出， USB-A 口最大功率33瓦输出。这是电池的额定值 35.77 瓦时，电池的额定容量5600毫安。这里是锂离子电池，这是防火标识，不要扔向垃圾桶，可循环锂电池，然后循环使用5年。这个充电宝的高度是80毫米，宽度是57毫米，厚度的话我们量的最厚的地方28毫米。充电宝连包装盒、充电线一起236克，充电线加充电宝的重量206克，充电线只有10克，充电宝的重量196克。这个迷你充电宝的外观部分看完了，我们就进入实际充放电环节。这个充电宝现在还是有电的状态，我们把这一次电给它全部放完，然后进行5次充电放电循环进行测试。咱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电全部放完了啊，放得干干净净的了。这是第一次充电，我们每一次充电的话，我们都要把这个数据全部记录下来。现在这个第一次充电已经充满了，充进去电量 35.54 瓦时，整个充电的功率是用的12伏的档位，基本上30瓦左右的功率啊。第一次放电也是把它放得干干净净的，咱们这个表放电放完了过后是启动不了的，我们只有插上电源过后它可以启动，大概就是放出 30.11 瓦时的电量。放电我们是用的18瓦的功率在放电的。咱们这个第二次充电又充满了啊，充电时间1小时45分钟，充进去电量 37.87 瓦时。第二次放电放出电量 29.83 瓦时，放电时间1个小时20多分钟啊。这是这个充电宝的第3次充电，中间的话我们出去吃饭耗了一点时间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充进去电量 37.51 瓦时，咱们第3次放电一样的把它放得干干净净的。我们看一下放出电量30瓦时，18瓦的功率，放电耗时1小时34分钟。这是这个充电宝第4次充电，充电耗时1小时46分钟，充进去电量 37.97 瓦时。这是这个充电宝第4次放电，放出电量 29.87 瓦时，放电时间1小时31分钟。这是咱们的第5次充电，充进去电量 37.6 瓦时。这是第5次放电放出来的电量，大概放了 30.29 瓦时。咱们这个充电宝5次充电都是用了这一个30瓦的磨砂充电头。这一个充电器的评测和拆解的视频，前面咱们已经做过的，有需要看的可以到前面去看一下。现在咱们就是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实际充电它是怎么样的。在充电之前，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 Type-C 口和这个 USB-A 口它们的 USB 协议情况。首先它的 USB-A 口的协议的情况的话， UFCS 融合快充33瓦， FCP 5伏、9伏、12伏， SCP 档位的5伏至12伏的22瓦，三星 AFC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24瓦，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3.6至12伏，
然后2个基础功率，也就是说这个 USB-A 口它有融合快充，有华为的 FCP、SCP、三星的 AFC 和高通的 QC 这几种快充协议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Type-C 口的协议，支持 PD 3.0 的30瓦 ，PPS 5伏至11伏的3安 ，QC 4。这个小米手机现在是没有电的状态，我看一下这一个充电宝能不能把这个5000毫安的电池给它充满。充电耗时的话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充电曲线图，我们用的 Type-C 口它的功率要大一点，最高功率27瓦左右，一直持续充到80%，然后开始降功率，充到90%，它就降为5伏的基础电压。这个充电速度充小米手机还是挺快的啊，1小时15分钟左右。充这一个5000毫安的电池还是用不完的，还有大概20-30%的电量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支持 vivo 和 OPPO 还有华为的手机它的功率。充这一个 vivo 的 S18 手机，我们试了3种线材 C2C 的线， vivo 原装的6安线，这个是充电宝自带的一根线，然后最高功率都只有12瓦左右啊。它走的 QC 9伏的档位，显示的是正在充电。这是 OPPO 的 Reno C， 充这一个手机的话，它直接走的是 UFCS 融合快充的33瓦，实际功率26-7瓦，没问题的啊，跟刚才那个小米一样，充电速度也是很快的。快充标识启动了。充这一个荣耀100的话，它的实际功率大概在18瓦左右，最高的时候可以跑到20瓦的样子，也是可以启动快充标识的。这几个手机的电池都是4000多毫安，然后这一个充电宝充5000毫安的话，它还可以剩个20%的电量，充它们都是可以充满的。苹果手机的话，电池要更小一点，这个充苹果手机也是绰绰有余的。前面测试部分基本上都已经测完了，这一个充电宝给手机充电充个1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因为这个主打的就是小巧方便，30瓦它是足的。然后我们这次测试了一下它的文波的情况，首先就是测试它的空载文波，5伏的情况下几乎没有，9伏的时候它的文波10毫伏，12伏的时候它的文波也就10毫伏。负载的情况下，它的文波的情况，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也就10毫伏；9伏3安27瓦的时候，它的文波也就20毫伏；12伏2.5安30瓦的时候，它的文波也就40毫伏。这个文波控制的非常到位。这就是这一个酷泰哥迷你小巧的充电宝测试部分的所有内容。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容量跟标称容量它是没有虚标的，5次充放电可以看到它的能量转换效率那是非常高的啊。对于安卓手机的5000毫安电池充满是没问题的，苹果手机的话那就更不在话下了，文波控制肯定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小巧迷你的外观颜值也是非常高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视频的动力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酷泰科电能快充电宝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